大家好，歡迎收睇 Anita， 我係 Anita。冇錯，今集終於係講大家許願咗好耐嘅 MCP 啦。咁點解 MCP hit 咗咁耐，一路都唔講，而家先嚟講呢？原因係我成日都唔知 MCP 有咩好講，甚至會成日問身邊嘅人，點解又唔見咁多人講 HTTP？ 點解又唔見咁多人講 API 呢？冇錯，如果 AI 世代要講 MCP， 咁 Web 世代都應該要講 HTTP 啦。點解 MCP 咁多人講？就算冇 tech 底嘅人都想知，但係 HTTP 就 no one care 呢？就係因為 AI， 就因為而家連三姑六婆都寫到，唔係 fight 到 MCP Server 2， 再加上網絡嘅吹捧，先搞到 MCP 好似神咁樣。其實真係好矛盾，多咗咁多人關注 tech 嘅嘢係好事嚟嘅，只不過個 hype 喺啲咁樣嘅 topic 上面呢，我就真係唔知講咩好啦。咁點解今日又突然之間想講 MCP 呢？係因為我睇到 Anthropic 喺月頭嘅一篇 article， 咁佢就講咗個 MCP 好大嘅問題。其實我覺得個問題唔 exactly 喺 MCP 度嘅，咁我陣間會講下點解我咁講啦。然後再 drill 落去，我就畫到一份6月嘅 paper， 咁我一路係 miss 咗嘅，冇留意到嘅。所以今日我會先講下咩係 MCP， 佢有咩優點同埋缺點，同埋 Anthropic 同埋另外一篇 paper， 兩個提出解決 MCP 最大缺點嘅 approach。我都知自己有啲貪心㗎啦，兩 part 嘅內容咧 tag 嘅程度有啲唔同，但係我盡力啦。我盡力去令到 non-tech 嘅觀眾都跟到，但係 tech 嘅觀眾又唔會覺得太悶啦。咁難度係有啲高嘅，多多包涵。MCP Model Context Protocol 係2024年11月由 Anthropic 制定嘅一套專俾 LLM 用嘅 API 格式。由於片頭我話要為 HTTP 同 API 取回公道，所以都提下佢哋先。網絡上面我哋嘅 data 傳輸全部都係有規格嘅，就好似過馬路要睇紅綠燈咁。雖然有好多 PK 唔睇，但個規矩都係有嘅。喺 HTTP 之上，唔同嘅 software 要溝通，例如係要交換 data、落指令咁，就會用到 API。API 要定義 endpoint、method、request、response format 等等。咁拎住你份 API spec， 有齊呢啲資料，就知道點 call 啦。至於 MCP 就係再規範得更細嘅 API， 定義嘅係你嗰堆 tool 或者係 prompt 同 resource 啦嘅名、description、param 同埋最後你 host 出嚟嘅 endpoint， 就好似俾張 form 你填晒呢堆嘢，而唔係要你 free flow 寫一大段自我介紹，然後有啲人就第一句講自己咩名，有啲人就中意用句 description 嚟開頭，講完先再講自己叫咩名。咁 call 嘅嗰一方就好清晰有個 tool 嘅 list 啦。你諗下，人見到咁 free flow 都懵都亂啦，何況係 LLM？ 所以說穿了 MCP 其實就只係規範咗嘅 API 完。一開始嘅時候 MCP 係冇 remote call 嘅，只係 local 喺同 LLM 同一部 server 上面 execute 啲 tool 嘅 code。睇到嗰下，我個腦除咗危險兩個字之外，對呢個 protocol 係 no comment 嘅，即係咁。如果你啲 tools 係自己寫嘅都還好，如果係其他人寫嘅，然後喺你個電腦度 run， 咁咪即係中門大開，分分鐘佢 format 咗你部機都仲得。咁之後 extend 咗，有得 remote call 啦，即係其他 server 用 MCP 嘅方式俾個 LLM 去 call 個 tool， 咁我先覺得有返啲用嘅。咁 MCP 嘅好處係，第一就好似秦始皇統一貨幣咁，起咗個頭俾其他 LLM 去跟，咁就唔使轉 LLM 嘅時候，連啲 tool 都要改，只要個 LLM 係 MCP 盟國嘅成員，就自動用到。咁但係呢點做得好嘅係 Anthropic， 同 MCP 本身設計得好唔好係冇乜關係嘅，只要唔係垃圾到俾人唾棄，同本身提出嚟嘅人夠大粒，咁就夠㗎啦。第二，可以將 LLM code 同 tool 分開。如果要加減或者改啲 tool， 啲 code 完全唔需要改，更加唔使再 train 過個 LLM。第三，啲好長嘅 document、FAQ
可以經 tool call， 有需要嘅時候先攞，唔使塞晒落個 system prompt 入邊，一嚟浪費 token， 二嚟慢，三嚟增加 hallucination 嘅機會。正確啲嚟講，呢個其實係 RAG 嘅好處啱啲，不過由於依家通常都會用 MCP 嚟駁 RAG， 所以都將個功勞歸俾 MCP 啦。咁但係MCP 有兩大壞處，而呢兩大壞處都係同浪費 token 有關係嘅。首先，就算你唔用啲 tool， 佢都已經係浪費緊你嘅 token。傳統 MCP 做法係咁嘅，當 user 問一句嘢嘅時候，首先會 load 晒所有嘅 tools， 然後將呢堆 tools 嘅名、description、params 連埋 system prompt 同 user prompt 一齊懟俾個 LLM， 等個 LLM 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喺個 tool list 度揀用咩 tool。咁所以無論個 user 係問緊你公司新產品嘅資料，定係同佢 say 個 hi， 只要你本身俾佢嘅 tools 多，呢個 request 都會係水蛇春咁長。太長有時候唔係好事，尤其是喺 LLM 嘅 prompt 度會有三大問題。一、浪費錢，基本上所有 LLM 都係用 token 嚟做用量單位， token 同字數成正比，所以浪費字數等於浪費金錢。二、速度慢，個 request 嘅 token 越多，個 LLM 要 process 佢嘅時間就越長， user 等得越耐。三、hallucination， 你俾佢嘅 prompt 越長，越多同條問題冇關嘅嘢，佢越容易出現混亂，繼而出現 hallucination， 俗稱 AI 幻覺，即係佢越容易亂噏。唔單止係 tool 嘅量會浪費 token 啊，由於 tool call 嘅結果會 pass 翻俾個 LLM， 等個 LLM 睇下點用嚟答你條問題。所以如果你個 tool call 結果有成本書咁長，唔單止浪費呢一下 request 嘅 token， 仲分分鐘會爆 context length， 即係個 LLM 每次 request 嘅 token 上限。最後，如果呢度嘅資料有任何私隱，都會直接送俾個 LLM。咁但係我頭先都講咗啦，呢啲缺點正確啲嚟講，其實係依家 tool call 嘅缺點。MCP 只不過係個餐牌，等個 system 知道有咩 tool 啫。所以我唔會話係 MCP 有呢啲缺點，而係依家大家最 common 嘅 agent tool call 嘅 flow 嘅缺點。喺11月4號 Anthropic 就出咗一篇 article 講 MCP， 或者應該話係傳統用 MCP tool call 嘅 flow 嘅呢幾個問題，而且佢仲帶出咗一個新嘅做法 Code Execution with MCP， 又或者係之前 Cloudflare 出過類似嘅 article， 佢就叫呢個做 Code Mode。由於佢好似都仲係理論階段，所以我簡單快講下係咩嚟嘅就算啦。首先就係將所有嘅 tools 分 folder， 再分 file， 之後到個 LLM 需要用 tool， 就去個 folder 度揾下有冇啱用嘅，有嘅就拎佢出嚟再睇 detail。所以無論你有幾多個 tool 入邊嘅 description 有幾長，都唔會影響平時你同佢打招呼嘅速度。呢篇 article 仲有一個幾有諗法嘅位係，揾完 tool 之後，唔係好似傳統做法咁 call 完，俾翻個結果俾 LLM， 然後等個 LLM 再睇下使唔使再 call 下一步，而係叫個 LLM gen 一段 code 出嚟 call tool。聽落好似多餘咁，但其實背後係好有諗法㗎。第一，雖然成日話 LLM gen code 好危險，但依家係喺佢只能夠調用你俾佢嘅 tool 嘅前提下，佢去將一段用呢堆 tool 嘅 code， 所以就好似俾你揸 lift 咁。無論你點撳法，都只會去到本身設計好咗嘅樓層。而且 LLM 喺 training 嘅過程，其實係冇見過 tool 㗎。tool 係有 LLM 先出現嘅嘢，對 LLM 嚟講其實好陌生。反而 code 對佢嚟講就見得多啦。尤其是啲咁簡單嘅 code， 對 LLM 嚟講簡直係撚手。所以呢個做法係間接提升咗 LLM 嘅 tool call 能力。第二，好多時候我哋嘅 task 都唔係用一個 tool 就可以完成。如果係傳統做法，就會係掉翻俾個 LLM 再 response 話 call 第二個 tool， 直到完成。但係用 code execution 呢個做法，就可以俾個 LLM 一次過定好要做嘅步驟。如果有邏輯，例如係用某個步驟嘅結果嚟決定之後做咩步驟，仲可以一次過定埋，唔使 call 咁多轉 LLM。另外，如果係有私隱嘅 data，仲可以喺呢個位 aggregate 或者 mask 咗佢，
總之就係減少 LLM 接觸 data 啦。所以咁嘅做法喺速度、準程度、安全性方面都有所提升。咁喺 research 呢個 topic 嘅時候呢，我就發現6月嘅時候有一份 paper 提出咗一樣嘢叫做 MCP Zero， 一樣係解決緊 MCP 傳統做法浪費 token 嘅問題。不過個手法就好唔同啦。首先，所有嘅 tool definition 都會儲喺 Vector Database， 到個 LLM 需要用個 tool 嘅時候，佢會生成一個 tool request， 然後用 semantic search 嘅方法去同 DB 入邊嘅 tool definition 做 searching。份 paper 嘅例子就係咁嘅，個 LLM 本身冇個 tool list， 到個 LLM 發現自己有需要嘅時候，就問話要刀叉匙羹。呢個方法係最輕量，無論點加 tool 都唔會加重個 LLM 嘅負擔嘅。但係最大嘅問題係，如果你嘅 use case 所有 tool 都係咁直接，就係咁咯。但係現實上好多 use case 都唔係咁簡單，好多時候喺公司或者個 project 嘅層面，字眼唔同，就算個字本身嘅意思好似，其實都係兩樣嘢嚟嘅。最簡單嘅例子，公司名呢啲情況，我就唔係好知道個效果好唔好啦。呢份 paper 都係理論嚟嘅，雖然其實係可以砌得翻出嚟嘅，不過我暫時就想觀望埋 Anthropic 嗰邊嘅發展先啦。好啦，今日就係咁多，唔知冇 tag 底嘅各位跟唔跟到呢？而有 tag 底嘅各位又會唔會覺得太悶呢？我盡咗力噶啦，希望各位高抬貴手。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記得 share 俾身邊嘅人喎，仲要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咁我哋下次見啦，拜拜。